我的第一任男友是内蒙肌肉男大，那个时候是大一下学期，我刚经历完小兰和网恋的伤害，真的很想要一段真正的爱情。再说一下当时的背景，因为我从小其实是一个很缺爱的人，对于一些男生的爱情都是通过一些耽美小说来获取的，里面的小说情节写的太过于纯爱，导致影响了我现在的爱情观。那时候我是一个小 UP 主，有自己的粉丝群，他呢想要加群，正好加到他 QQ， 我就发现他 QQ 空间有他弹吉他、练字、努力学习还有唱歌的一些动态，我觉得这个人很有趣。那天晚上我就记得跟他聊到了凌晨3点钟，他当时给我发了他很多的照片，都是那种憨憨可爱型的，然后又是肌肉的反差，性格也比较豪爽爷们儿，对我来说真的非常吸引。正值那个时候快放暑假了，我们就每天打视频，然后预约着暑假去一个地方面基，转的地方就是洛阳。当时去的时候真的很开心，我订了一个 loft 民宿，我先到，就静静的等他到来。我们准备是在那玩4天，可是我们基本上都是腻在那个民宿里边，就晚上去一个步行街买小吃，也就去了一个景点，就是龙门石窟，留下了一些很美好的照片。我们会在民宿里买菜做饭，记忆深刻的是他给我做了一份老北京炸酱面，超级咸，但我还是把它吃掉了。他还把西瓜切成了非常好看的形状，像是积木一样喂我吃。这些小细节我现在都能记得，因为真的很开心。当时放的音乐是薛阿龙，也是我现在很喜欢的一首歌。尤其是在夜市，当时我给他买了一身情侣服，我们一起穿着一个怪兽的图案的情侣服，在谁也不认识我们的街头上牵着手一起吃着小吃，那种感觉真的很不错。我们脱离了现实生活，私奔去了一个谁都不认识我们的城市，度过了属于我们的时光。那时候啥也没做成，也不会。其实我总共就跟他见了3次面，之后开学他就飞来南昌我学校找我，我也体验了一下短暂的校园爱情。我带他去我的健身房健身，一起去操场散步，去吃我最爱吃的食堂。那个时候我就拍了一期视频发在了小破站，当时的标题就叫我的内蒙肌肉男友。当时我记得我又订了一个 loft， 然后我拿着干的薰衣草花敲门，然后拍视频拥抱，真的很甜。但是后边我记得闹矛盾了，好像是吃完一个日料之后，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吵，我说那就行吧，那你走吧。后边我还是偷偷的打车去机场追他，给他发消息，他出来找我了，我们拥抱一下之后和好，然后我就目送他进入到安检。当时我真的记得南昌的昌北机场离我学校至少有2个半小时的一个车程，很远。回去的时候我坐大巴，而且李青的歌叫《断背山》里的那个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很伤感。我不知道下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因为我真的很想他。第3次见面是我放寒假的时候，一个学期结束，我放假之后我立马就订了机票去了呼和浩特市，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真的非常激动。下飞机的时候下着雪，他在机场接我，场景非常浪漫，我们俩在雪中相拥，然后一起牵着手去到了我订的民宿。但这几天我们什么都没做，因为他当时学业正好有冲突，只有下课之后才能来民宿陪我。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穿着一件小的外套，在零下10几度的呼市去他学校找他，但是没有找到，因为我没有给他发消息，他很忙，他要上晚自习。那个时候我好像跟他一起直播过，我现在还能找到截图。这就是我第一任男友的3次见面，虽然说只有半年，但其实现在回忆起来的都是很美好的东西。其实在看上课之前我都忘记了我是因为什么跟他分手，是口罩期间我因为异地没法去找他，再加上会对我有一点冷暴力，我这个时候就会去调查是什么原因。当时我知道他会玩小红，也就是翻咖，我通过一些奇怪的渠道，我也不知道，然后发现了他的账号就几分钟前在线，我就质问他为什么你不回消息，但是你的软件在线时长在几分钟前呢？这让我非常的难过。后边我就容忍了，我说你可以玩，但你不要背着我玩，你可以跟我说。然后他跟我保证之后他不玩了，那我也就信了，我就原谅他，我可能确实很忙吧。但是我之后还是用小号关注了他的那个饭卡，我时不时的会上软件就看一看他的在线时长。他后边虽然说答应我，但还是会偷偷的去上线。他用那个软件来看附近的人，或者乃至单纯的社交。但对于我不玩软件的人来说，我真的觉得不能接受这个事情，而且我眼里是容不得一点沙子的。他后边为了证明他的清白，他把他的翻开的账号给我了。当时我觉得很愤怒的事情就是他跟别人互换他的照片，而且最让我生气的一点就是我翻到了当时暑假期间在洛阳见面的时候的那一天消息，他还在跟别人发想要约见面之类的消息，所以我的心瞬间破碎。我真的不能接受这个事情，我不能容忍。我对于爱情还是有很高的要求，我只想要那种专一忠诚的爱情，我接受不了这样的语言。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吃醋的人，所以我就决定跟他分手，我要结束这一段内耗的关系。我也接受不了异地恋的冷暴力，我也接受不了在一起的时候还用软件。故事其实到此已经结束了，虽然说我们做不了对象，但是你已经出现在我的人生中了，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痕迹，我们已经是熟人一场。也不是说因为什么非常真正出轨的原因分手，老死不相往来。
我记得大二下学期暑假的时候，我跟我前任分手，我就去呼市找他了，因为当时我想要有一个人跟我说话。那个时候我就以朋友的方式跟他又重新见了一次。那个时候他大4快毕业了，准备出国的事情，然后还在准备打一个健美的比赛，需要好好健身。然后我呢是想去旅个游，所以我后边我就自驾去了乌兰察布市看了火山，而他呢就在备赛，没有发生什么。后边以朋友的方式带他去了我老家，还带他去上海见了熊姐，直到现在我们还在联系。前几天我在想要做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跟他联系，我说能不能出现你的照片之类的，他说没有问题，只要不出现丑照就好。我说哪有丑照，我都是很憨很帅的照片。他现在在重庆，刚从澳大利亚留学回来，而且已经在那边拿到身份了，说有机会带我去那边玩，可以的。毕竟我跟他在一起都是6年前的事情了。引申出几个问题，就是异地恋该如何处理冷暴力，异地恋是该如何相处，还有就是如何看待在一起的时候使用交友软件，大家是有怎样的看法。而我在这一段关系总结的一切道理就是，但凡在情感中打破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去维持的感情，无一例外都可能会结局不好。我不希望自己一边骂自己不出息，然后一边忍不住为对方脱离。我就坚持自己对爱情的高标准，就算那没有的话，那就不谈嘛，没事。我的爱情是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我只想要被坚定的选择。因为记得童年根本就没有感受过什么是爱，所以我也非常讨厌冷暴力。我只是想要一个人坚定的选择我，坚定的肯定我，鼓励我。就算我1万次的否定自己，你也可以给我10001次的鼓励。好，我是波波，咱们下期再见。明天下期讲我和前任的故事，前任的故事也已经提前聊好，他也很开心我能分享我和他的故事。